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3转，在未来银行有很多现金，各位用智慧来提款。好，今天主题是运动高手谁与争锋。哦，运动高手哇！看看第一位介绍是 Hunter， 你好。阳明大学物理治疗及辅助科技系。对，物理治疗就是运动受伤的啊。对啊，这几年非常的红哎。对，就专门帮忙出一些运动伤害或者肌肉骨骼的一些问题。对，而且你看他这个衬衫啊，底下的那个体格啊，买的太小，1号缩水。没有，还可以。是因为他自己，你很爱健身，对不对？对，看这个体格，大部分都是做重训。可以告诉大家吗？为什么一定要重训？对，重训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对保持我们肌肉量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一个 CP 值非常高的一个运动。当然，其他运动也可以，不过如果目标是增加肌肉量的话，的确是重训来讲，需要花的时间成本是比较低的。欢迎你，欢迎 Hunter。接下来简易家你好。Hello， 大家好，是主播，是体育主播，是，然后也是念休闲产业经营学系相关。可是我们今天是运动高手，他是主播哎，对啊，但是他是体育主播，我用讲的，大家用动的，我用讲的。是，讲了一嘴好运动啊，对。是。2013年刚入行就派去对采访那个世界棒球经典赛，让你跟着去。对，那个时候预赛是在台湾，对台中的洲际棒球场。好像我没有去看。你有去看？有去看啊！经典赛一定要支持他。对，那也很精彩。对，非常轰动，因为那时候有很多很著名的球员啊，王建民啊、彭政闵啊，他们都是现役的那时候选手，所以全台湾都在瞩目。而且那一年大家打得蛮好的，我们还前进到日本的复赛。欢迎你来，欢迎你家。谢谢王丽雅。丽雅，哇塞！你看看这个健美身材还有肤色，看她的肤色就知道是根本就运动健将嘛。我觉得我好像只是看起来很会运动，但是喜欢很多，但没有每一项都很强，就是都有喜欢一点这样子。其实很多模特很疯狂的。对啊，而且他不是追求瘦哎，他是追求这个肌肉跟健美。你看看他，你看他马拉松里面，人家女孩子都讲究美白啊，一天到晚都吊着美白针在打哦。有一些啦，但现在也已经越来越喜欢这种。现在喜欢各种各样的肤色啊、年龄啊，都不论外形，只要是有健康的样貌就好。是您参加过的哪些马拉松？我参加过富士山马拉松、檀香山夏威夷马拉松，然后还有台湾的日月潭马拉松。垦丁马拉松太多了，我参加过有很多啊，太多，什么东京马拉松啊，对不对？柏林马拉松啊，对。那东京马拉松、柏林马拉松我还没有去参加过。还有那个波士顿啊，那个要门槛，我就是太弱了，就参加一个好玩的。接下来介绍茉莉，你好。嗨，茉莉。Hello。师大教育系。对。但是你现在是 ABC 啦，对，所以我是来自美国，对，所以你的英文比中文好，因为英文应该是德州啊，是吧？好准哦，最好是他才讲说最好是你问我啦，你一定知道，太厉害了吧？应该是德州啊，是，对，我吓到了，怎么可能？还不是休斯顿哦，达拉斯嘛。对 ，Cowboy 打的是小牛队啊，牛哦，对啊，因为他经纪人跟我说，吓死我，我以为嘞，他来4年了呢。真的，所以你的中文是到这边才学的吗？对，我来台湾读师大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中文。哦，对，然后那时候念完书为什么不回达拉斯跑的？因为我后来就甄选啦啦队，然后就上了，然后就开始在台湾发展了。以前你在啦啦队是被顶的还是？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是那个被抛的。哦，被顶的。对，因为你小只嘛，因为太瘦了，对，然后就在天上飞。然后你还会这样吗？有受伤过吗？就是他们要接好，下面都会铺垫子，但还是蛮危险，很可怕哎。欢迎我们茉莉，欢迎茉莉。接下来介绍一轮，一轮这个肤色也是健美型，是看起来比较像卖拉面的。为什么嘞？一轮拉面呢？哦，那是7轮烧肉吧？现在的名字很多，什么伊利、一轮、一坨、一轮，我本名就叫一轮，这是你的本名？但不是这样子写。但是很难13张里面拿到一轮很难哎。这是我本名是李义军的义，但是现在讲这个义没有人认得，对，所以你就干脆改了这样。是中兴大学动物学系，念动物学系的，但是变成运动的 YouTuber， 2800万人总点阅，哇塞！所以你是运动界订阅数最高的哎。对，如果说就是多元户外运动的话，应该算是。那你的内容是什么？他们会2800万人这样盯着看？就是拍单车啊、跑步啊，然后铁人三项啊、潜水啊，
登山。而且你今年办了这个很酷的单车比赛，对吧？对我以往都会办1轮杯。你自己的名字很不要脸，也太拽了吧！一轮杯办可以啊，但是参加的人多少？多少？快2000。哎呦，哇塞，用1轮这个名字可以办到2000呢！明年开始办刮刮杯。好啊，我参加，应该蛮多人会参加的吧？刮刮杯，我会参加。真的吗？刮刮杯那个大胃王，大胃王，来欢迎5位，欢迎5位达人好。介绍2位专家，首先超人气新闻主播沈景阳主播，嗨，主持人好，大家好。王牌营养师刘怡礼营养师你好，营养师好。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第1回合，请乡里讲规则。好，这一回合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抢答之后轮流作答，每答对一个答案是3000元的奖金，6万元要抢完为止，或是2题题目轮完为止。第1题由沈景阳主播的举圈或叉，Sandra请出题。运动超时尚。根据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调查，2024年运动与健康趋势，关注哪20件事就可以代表你走在流行的尖端。进抢答。Hunter。好，我要从我的自身的专业出发，我觉得现在因为是那个老年化的社会，所以银发族训练应该会是在这个趋势里面，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最关注的。银发族的训练，年长者训练。答对了，长者健身计划。等一下。我来讲一个，现在就像我全职妈妈很没有时间的话，就私人教练到你家。对，私人教练，男的女人，这很 care 是不是？女生好，好女生好，来对我错。正确解答，请加3000。你这样会很过分，因为你有拍过一个你那个私人教练除了女的之外，天哪，后来身材又很好，这样。我健身3、4年，从来没有看我这么样的规矩。这么样认真对你很认真哎！你上我的 YouTube 看看，那个女生你一定会认真的。对，然后刚刚这样做的很认真，而且她自己会拍那些照片。所以私人教练还是要看得顺眼啊，喜欢的。哎，不是，你先生如果找教练，找这个教练，你单独训练你 No， 当然 No 啊。对呀。 OK。那你先生放心，你找 Hunter 吗？你知道该我怎么回答？我回答什么都不是啊。完全我可以接受。来，莉亚，一定有瑜伽，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瑜伽。我觉得瑜伽是不管做肌力、打篮球，任何运动，它可以帮助身体平衡，然后从内发力的那种肌力的练习跟意志力的训练。我投你一票，瑜伽对或错？正确解答，而且瑜伽可以舒缓压力。对。瑜伽就是练习呼吸，对，肌肉放松，不要有压力。很多人都误会说瑜伽这边拉筋，没有，不止，很难的。你如果太重，你会堆在里面的，不堆到肚子，就堆到那个肩膀、50肩这些。对啊，对不对？可以调整一下。加3000。茉莉，我知道有些公司会提供一些运动的福利，比如说可能下班后会可以去上团体课啊，然后那个公司都会补助。正确解答，补助运动，包括像在 T 台这边，它就是有登高赛啊，或是减肥赛，然后赢的话是可以拿到奖金的。你说这边啊，我们都可以参加，对不对？让 T 台的员工，我们是员工啊，我们不是员工啊，我们不是啊，我们被排除在外啊。请加3000。一轮。走在时尚的尖端的话，我觉得一定有那个穿戴装置。穿戴本身就也有那个隐形手表带。就是会跟你说测你的心跳啊那些的。就是你其实有运动的话，因为你常常要看一些数据，对，比如说跑多快、骑多快、距离多少，对，所以其实长期的话就会有那个晒痕。所以你答案是穿戴装置。来，对或错？正确解答，请加3000。对，好，接下来回到 Hunter。顺着那个穿戴式装备，我觉得它应该相对要背后有软体，所以现在像手机的一些 App 啊，这种手机的那个软体应该是会有的。你说那个运动相关的 App， 对，一个是手表嘛，这个是穿戴的，这个是手机。来，对或错？答对，有的。请加3000。
也就是你带着他走1个半钟头，你有没有看1万步？1万多少步这样？对，或者他跟你讲你的心率啊，所以你消耗多少的热能。现在更进步，就是可以量血糖嘛，对不对？哦哈，有吗？血糖不是还是血压吗？啊，血氧。吓我一跳，我想血糖不是要测一下吗？血氧。这个行长走太前面了吧？来，跳完了，好来。有科技有 APP 嘛，那所以我也讲一个网络相关的，就是线上的训练课程。线上的训练课程。对，用网络就有课程可以上。对或错？正确解答。有补充吗？就是如果比方说像之前疫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出门嘛，然后其实现在那种线上课程就很红，比方说你在家里，然后看着影片做瑜伽或做什么重训之类的，然后就看着影片跟着做，可能告诉你说这一集是雕塑哪里，或者它有一个组合包，比方说 A 加 B 加 C， 总共加起来假设40分钟，这样子让你有一个就是线上运动的机会。像网络很多啊，那个一翻开里面就有一个老师。这个动作是错的，正确的，有没有？一句话都不用说，完全很多老师，对不对？都怎么弄肩膀的？错的。你现在看那个老师吧，那边男生的啊，男生。对啊，比如腰酸要怎么弄腰酸，还要用折的啊，对吧？对。来，接下来厉害。我觉得以前大家减重都是想说少吃一点，但现在的趋势就是运动是也可以把减重计划融合在里面的。然后或者是公司也会办什么大家减脂比赛啊，都是会推出一整个系列的课程，然后循序渐进的靠运动而减重。正确解答。请加3000。茉莉。好，那因为我是教育系嘛，是，所以我知道有些学校会可能请一些专业的那些可以教那些小朋友啊什么一些健康知识的专家。应该是说就是他们是有专业执照的教练，然后聘请到学校去教学。一轮。我觉得现在的运动年龄也有年轻化的趋势，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的。像那时候今年的滑板。奥运的滑板有一个年纪非常小的妹妹，对，很厉害，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有年轻化的趋势。正确解答，这个叫做青年运动员发展。啊，青年运动员发展。Hunter， 我在想，可能还会有。户外健身或许是一个趋势，因为像现场很多来宾都有在户外做健身。以往我们都觉得好像去健身房或者在打球这样，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可能去冲浪、攀岩、登山这种户外。有很多街头健身的，就上了那公园上杠变国旗的，还在那边还在那边走路没有？你为什么都看到一些特别的东西？因为我节目常常请他们来表演，是这样子啊，还可以用他身体当凌驾的。哦，对，那就街头健身，不会真的到健身房啊。对，户外为街头健身。对我错。正确解答。来，请加3000。那个不是没有钱哦，因为街头健身变一个名词，他反而到室内会觉得很怪。对，因为他喜欢开阔的地方。对啊，我就还要给人家看肌肉，还会抖动。好，抖哪里？男的，男的了，女的动不起来，都蛮难的。我哪知道啊？还会配合音乐，噔。你不知道影片吗？这样子哦。对呀。节奏这么快哦，厉害。刚刚有讲到好的运动员从小培养嘛，我们家有开跆拳道馆，然后有一些国高中的小朋友。他们的心理素质很重要，所以很注重这些运动的心理健康啊什么。有些人上场会怕，所以可能要给他们一些心理建设。对，怕受伤哦。哎，对我错。正确解答。那其实刚刚除了就是刚一家讲到的之外，这个心理健康部分其实还包含就是比方说运动，你可以改善你的心情。有些人可能心情不好，然后去运动一下是会分泌多巴胺的，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开朗。王丽啊。应该是有高强度间歇运动哦，对，我觉得对，因为现在的时间可能没有办法那么长去跑一个马拉松，它需要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达到爆发力的。对，短时间内可以燃烧卡路里，然后训练到心肺，然后所以它这个心跳达到某个区间的时候，然后再做间歇，这样子可以快速燃脂。正确解答。来加3000。大家很会，已经讲了。现在很流行的就是去量 InBody。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 BMI 啊，然后一些健康指数，站在上面就可以告诉你哪边过胖。对，脂肪多少，体脂内脏脂肪多少，没错。来，对或错？正确解答，它等于是用数据来就是训练的一种科技方式。营养师也会有。
营养师会针对上面的体脂肪，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分布哪个地方比较瘦、比较胖，去设计它的菜单。一轮，好难哦。我觉得现在因为有在运动，他可能都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受伤啊，对，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运动医学。运动医学，对，运动医学对我错。可以再清楚说明一点吗？运受伤之后医学怎么样？就是运动的医学，就是它会针对，比如说，为什么我跑步可能膝盖会痛啊，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物理上的治疗，然后或者是建议，对，就是针对可以运动防护上的一些建议。对我错。答错了，没有在这里面，对不对？Hunter，那听起来我是不是有点穷啊？2124，看一下，到后面都很难哦。我发现传统的肌力训练好像没有在里面，所以或许可以，有可能是一个关注的点，因为大家都担心肌肉的流失嘛。对，这种肌力训练，然后或是增肌的一些训练，或许是。传统肌力训练，来对我说，我们讲应该算是功能型的训练，就是说肌耐力啊、爆发力啊。比方说，我今天是单车选手好了，可能腿部的力量就要特别发达，也许它就会针对腿来做训练。来加3000，过万喽。一加。我想到就是如果跟生活结合呢，就比如说你的坐姿要调整啊，走路的姿势啊。可能都跟一些运动相关。对我错，正确解答。加3000，果然观念都非常正确。没错，运动可以是良药，因为我们之前跑马拉松的时候，就有一跑者朋友，他就说他是靠着跑步走出忧郁症。对，然后或者是大家觉得肌少症也是一个症状的话，其实靠着运动的肌力训练也是可以改善这个症状，所以它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处方签，一个药。正确解答。良药，来，但要撑得过去啊！你们开始跑步就嘴巴在骂，马拉松一开始就在骂，我神经病，我干嘛跑啊？对啊，干嘛？对啊。跑了之后就爽起来了。没错。来加3000，茉莉。应该会有那些健保，就跟健康有相关的，比如说可能每年都要去做健康检查这种。答对了。健康检查每年度的嘛。我解释一下哈，其实它这个跟健康有关的保险是这样，其实现在市面上卖非常多跟健康有关的保险，比方说什么你今天要参加铁人3项啊，然后单车、路跑什么的，这些它其实都有这些专业的保险。所以你办的也有。有，会帮2000的保险。可是参加赛事的活动，它是有赛事活动的保险这样。但是像保险，就像登山，我们常常登山也会保登山险。这样会不会很难保啊？因为大家觉得你这么喜欢这种刺激的东西，不要让你保。可没有，可保险是他们自己要付吧？对，参赛者要付嘛？没有，我们会统一。对。主办方也要。那你花不少钱呢。对，蛮多的。可是保险我觉得蛮重要的，办活动一定要有保险，因为真的经不起伤害的。办活动不就是为了赚钱？怎么会？我们还是有良心的 ，OK， 不是每个人都是为了赚钱啊。是啊，美其名嘛啊，来加3000，还有2个答案哦，快，大家很会抢。Hunter，我想可能会有一些有关是营养补充的部分，运动营养，所以我们要做也要会吃。你说田中马拉松，那个人太营养了，不是那种吃吧？沿路吃，对我说。正确解答，应该是说可能告诉你说，比方说有什么样病的人，然后可能要避免吃哪些食物，或者是吃哪些食物对你是比较好的，是这一类的。加3000，剩最后一个答案。我把它抢下来。我不知道，想不出来了。跑步呢？跑步。跑步。错了吧？答错。对，因为2024。光讲个跑步，有没有讲出内容来，对不对？来，莉亚，有没有健康顾问？因为其实之前有人觉得我很爱运动，然后又爱分享饮食，他就说你可以跟大家来这个企业，然后跟大家讲说你可以做什么样子的运动，然后运动完吃些什么，但是不是教他们去运动，只是给他们问而已。来，对或错？答错，因为其实跟刚第一个那个就是指导健康方面的指导有点类似啊。重复了，茉莉。我在想会不会有那种在家里可以用的运动设备，比如说现在很流行那种跑步机，就可以在家里的跑步机。对，对或错？答错，也没有。Hunter 最后一个，还是
智能运动设备，我之前去看那个运动用品展，发现现在很多会结合它一些电控的方式，去让你的阻力是用电脑去操控的这样子。对，国手，答错也没有。好，请补充一下。最后一题，我觉得 Hunter 应该要答对才对，因为没有答出来那个答案就是重训。对，就是重训其实也在这20项里面，重训其实还蛮热门的。那讲一下，刚刚其实第一个呢是那个可穿戴科技，可穿戴科技很方便，因为其实像之前有个新闻就说，有一个人，然后他好像美国的人，他就说好像他的手表会测他的心跳，就突然发现，哎，怎么这个手表跟他讲说你的心跳有点异常，然后叫他尽快就医，还好他真的尽快去就医，然后捡回了一命，好像他可能心脏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大致上是这样。然后其他的大家好像都答对了，然后讲一下刚刚那个健康指导的部分。好，其实健康指导方面非常广泛，就是除了你的饮食要怎么吃之外，他可能会告诉你说，比方说你可能上半身肌肉比较没有力气，所以建议你做上半身的训练，然后可能是做哪方面的运动，他都会很清楚的告诉你。来，接下来这一题是由刘怡里啊，营养师太轻松，只要一题就对了，只剩3000块了啊！来，请出题。减脂增肌是很多人的运动目标。根据美国营养学家的建议，哪些食物能有效的增加肌肉量，并且促进整体的健康？请讲答。茉莉，鲑鱼啊，鲑鱼，我听到鲑鱼，鲑鬼门关才关的鲑鱼，对我错，恭喜答对。啊，就这么简单，加3000，你被他拿掉啦。还是今天是营养师最轻松的时候。没有，但他回来直接给我们建议好了。不是，这题留着以后用，太浪费了。都来了呢。但是可以讲鲑鱼的功能性。好，其实因为题目是增肌减脂嘛，对不对？那一般来讲的话，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尽量我们在增肌的部分，就是说以优质蛋白质为主。那我们会选择比较像是鱼类的。那刚刚提到鲑鱼其实是首选，那当然还有其他的答案哈。然后另外在这个鸡肉里面也可以选，因为现在很多健身人不是都会在吃这个鸡胸肉的部分，对。然后呢，一般在建议的这个食物种类之外，我们还会建议就是吃的时间，比如说大家如果有做一些不管你是做有氧或者是无氧的这些运动，我们会建议在1个小时内要做补充，这样子的话有助于我们的肌肉里面，就是蛋白质进来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那当然还可以就是除了就是说如果你超过1个小时以上的运动的话，我们建议要补充一点淀粉进来，那这样子的话才可以避免我们的这个肌肉酸痛或过于疲劳。所以在补充上面，除了蛋白质的部分，我们还会建议就是淀粉的部分。那提供几个组合，我觉得组合应该可以讲了哈。组合是你在运动完1个小时内吃的话，是有助于增肌减脂。比如说像便利商店的地瓜加上茶叶蛋就是很好的组合。如果你去美式餐厅的话，bagel加蛋加 cheese 也是很好的组合。另外，如果你喜欢吃回转寿司的话，大概是6块的鲑鱼的这个生鱼片，然后加上饭，这样子的组合也是可以增肌减脂的。但建议时间一定要在1个小时以内把它吃完。对，当然运动前也不能空腹了。对，运动前半个小时，我们建议吃一点碳水的东西，喝黑咖啡。咖啡是有助于在运动的中间燃脂代谢。但如果你是避免血糖过低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吃1条香蕉、1颗小苹果，或是1碗的水果，或是2片吐司，这种碳水的可以有助于在运动的过程里面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好，我们一杯手摇饮。对，哇，手摇饮很适合在运动完之后喝，是真的，真的。今天等一下，帮你找到福音了。对啊，对，但是要记得，对，就是尽量，比如说你喜欢珍珠奶茶的，那可能比如说你可以点小杯一点的，然后运动完1个小时之后马上喝。可是你的运动不能只有30分钟的，就是散步啊，可能要2个小时啊。你要至少1个小时以上的这个运动。先跑楼梯、跳舞、游泳、重训啊。以后我喝手摇，我说，是营养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减脂增肌的饮料哦。来，香妮，我们来宣布这一回的奖金。好，这回合 Hunter 15000，一家主播12000，莉亚12000，茉莉15000，一轮6000。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
Sandra， 请讲规则。好，这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每个人代表1000块；答错的话，此轮就淘汰喽。那会累积很多奖金嘛？每一轮最后留下的那一位可以把当时累积多少就全部灌给自己，赢者全拿。总共进行3轮，第1轮请出题。运动常导致运动伤害的发生，请问手指吃萝卜是因为手指怎么了 ？A. 肿得跟萝卜一样 ，B. 跟萝卜一样红。请作答。对，就是对，折到嘛，肚丢这样，要溅起来，真的肿的哈。打个球这样。来1轮。觉得应该就是撞到以后，然后它会整个肿起来，因为它肿的跟它一样红，应该很困难。像我这么黑，应该是很困难，跟肿的跟它一样红。最常是那个篮球传过来的，没有接好，没接好一个，吃萝卜一样，吃萝卜。因为我记得以前运动的时候，如果肿起来，它是先肿起来，不一定会红，所以肿是一定的。那我觉得应该是外形会跟萝卜一样，不是颜色。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肿的跟萝卜一样。我们说手指吃萝卜由来，就是因为我们手指受伤之后呢，会开始肿，然后之后可能整根都 OK， 那长得呢，它的肿度就很像餐桌上的萝卜一样。其实它医学上的正式名称是手指关节的挫伤，它发生在你手指伸直的时候，然后忽然外力冲击，那导致你手指关节周围的韧带啦、肌腱或是关节囊过度拉扯而受伤，使得你的关节肿胀疼痛。对吧 ，Hunter？ 对，没错，讲非常完整。请加5000，这样就累积5000了。下面一题，请出题。啦啦队带动了运动比赛的气氛，请问以下哪项是啦啦队起源时的特点 ？A. 成员都穿长裙 ；B. 成员都为男性。请作答。只有一家选择成员都穿长裙，其他都写成员都为男性。一家请说。因为啦啦队大家都知道就是养眼的美女嘛，所以呢应该都会穿长裙，所以才会起源。长裙要怎么这样子啊？这样跳踢踏舞啊？哦，这2个答案完全是不一样的。对。我在猜，因为以前的运动大部分就是以前比较男生运动比较多是男性运动员，然后可能没有参赛的人就在旁边加油。哦，那叫啦啦对，啦啦队。茉莉呢？因为我觉得美国可能一开始比较重男轻女，对，以前也是那个年代，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一开始都是男生。哦，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成员都是男生。1890年代呢，啦啦队出现的早期其实清一色啦啦队员都是男生。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女生啊，她的地位就是没有那么高嘛。然后不管是受教育的权利，或是参赛体育这样的权利，也没有受到重视，连当啦啦队的资格都没有。没错，所以你看体育赛事上面啊，体育场地上几乎根本看不到女生，所以啦啦队也是男生来带领。那所以1920年之后呢，女生才慢慢开始可以逐渐参与部分的体育项目。那啦啦队当时也是其中一项嘛。那到了1940年之后呢，反而啦啦队变成是女性为主的一个项目啦。对啊，那女性比男性好看多了吧？谁想要看男的啦啦队啊？哇，天哪！你动一下，连我自己都不想看。但是你不是只有跳那个吗？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啊。OK， 来，请加休息一下。谢谢。请加4000。下面一题，请出题。运动健身前最好少吃哪类食物，否则体重可能不减反增 ？A. 牛肉 B. 淀粉。请作答。只有 Hunter 选择的是淀粉。他也是管理师对。对，他是物理治疗师。他对这个应该很注重吧？对，因为我在想说，运动前要少吃嘛。或者大家都选 A。你也看过。对，我想说运动可能会比较加速吸收，所以如果吃一些碳水，有可能反而会让它吸收比较好，比较容易变胖。那一轮你们说运动前少吃牛肉，为什么啊？
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做铁人三项那种长时间有氧的话，其实我们是不能少吃淀粉的。淀粉要吃，对，因为你需要消耗，很大量的消耗，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就会是另外一个答案。正确答案是牛肉，要看看牛肉里面含什么。它是红肉，那它的脂肪跟胆固醇都比较高，所以健身达人就不会推荐你吃这个啦。因为你如果真的很想吃肉类的话，你减脂的时候最好是吃鸡肉跟鱼肉取代红肉会比较好哦。是，Hunter请坐，来加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起司蛋糕是许多人喜爱的甜品，它起源于古希腊。最初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诞生的 ？A. 消耗过剩的起司 B. 增强运动员体力。请作答。这两个都有道理，应该消耗过剩的起司。太多了嘛，拿来用一用。可是起司可以放啊。起司不会过剩，你放着有什么关系？但是真的太多啦，就要想一些新玩意儿来。对了，就像当年的爆米花。是玉米过剩才会想从电影院吃爆米花嘛？你记不记得这个故事？记得。那有可能。那起司会不会增强运动员的体力？有可能，不然用起司干嘛？来，茉莉。只有你选 B， 因为起司是很高蛋白的食物，高热量我觉得它会提供一些那个力气。那莉亚是说太多起司了，不吃不行。不吃，因为我觉得在以前他们可能就直接吃 cheese， 然后再吃蛋或牛奶，这3个加在一起，不用再费一个时间把它再做成蛋糕，太搞纲了吧？可是你这样吃很容易放屁耶，你想那么多了，很胀呢。其实牛奶起司这种，那个屁应该超臭哦，牛肉的更臭。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D， 增强运动员体力。起司蛋糕呢，起源于西元前776年的古希腊。当时啊，因为他们要参加奥林匹亚啦，他们就做了这个起司来帮他们鼓舞加油，而且吃起司就是可以增加能量嘛，所以当时做了这个起司蛋糕。那材料就是面粉啊、蜂蜜跟起司，非常简单，它就是现在起司蛋糕最早的雏形。后来呢，慢慢演变为古希腊结婚的习俗哦。就比方说，我也快要当新娘了嘛，我新娘呢，我会亲手做这个起司蛋糕给新郎的亲友们享用，然后增添婚礼的欢乐气氛。不是你亲手做的，让新郎有体力嘛？好像有道理，有这个道理。但是已经过胖，就少吃一点。今天晚上好好的。你说生蚝口味起司蛋糕。来2位请入席。都不用动，你们只有他一个人获胜嘛，加1000。13000，请进茉莉的账簿上。茉莉现在想说：天哪，我待会要写中文了吗？还没。你中文还可以吧？我的成语不行。你不是师大教育系的吗？对啊，可是我没有学成语啊。那一心一意会写吧？十全十美。我最弱的就是写。最弱的就是写。对，听说读都可以了，就写不行。糟糕了，那希望你多拿一点奖金。第2轮呢还没输赢哦，第2轮请出题。很多人为了减重会选择去游泳，但原来不同的游泳方式效果可以差很多。请问哪种游泳方式最能有效减重 ？A. 蛙式 B. 自由式。请作答。大家想的不一样了。Mori 想的是自由式，自由式会让不耗力，对不对？不耗力怎么减重？要耗力啊。对。我想说，因为自由式有2种方式，你可以在水面上游，也可以在水下，都算自由式，就一样做那个。水面的，因为我看蛮多有人下去自由式好几十趟。对。蛙式好像达不了那么多哎。对啊。蛙式很累啊。蛙式这样，那蝶式最凶了。超级2个是什么？异形式的。我听说他是8次的，他是画进来。8次再画。我们在那个空气中都觉得累了。哇，2只手这样就酸了呢。真的哎。好，莉亚。我觉得应该是蛙式最有效减重，因为我以前参加铁人三项的时候，我就只游蛙式，然后我的教练就说你这样又累，然后又慢，所以它是一个效率比较差，运动效率比较差，可是它可以达到减重那个肌肉训练量应该是比较耗费。是啊，你看它青蛙腿多粗壮。对。而且这样蹬一下的那个力气。对，一下。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因为而且在水下你游蛙式其实会有阻力，你这样会更费力，所以我觉得蛙式是比较有效的。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自由式。怎么可能？其实专家指出，蛙式不管是强度跟速度，其实都不够，根本没有办法有效达到瘦身效果。你想想看，自由式你是不间断的快速移动。所以你整身都在动得很快，相较之下是比较好的选择。而且呢，他们两个之间，如果你同样的时间距离，你消耗的热量竟然会差到1/3哦。我都觉得蛙式好累哦。自由式看他们，每个人一游10几趟，好像不费吹灰之力。但他说的有道理，因为自由式你要动得很快，你这些，而且你还脚还这样啊。对啊，对啦。哇，真的是。蛙式只要一下，然后就可以这样。恭喜制作单位，快要梦想成真。加1000，可是只有1000啦，而且大家都不用移位哦，1000块请到茉莉账上，恭喜恭喜！最后一轮第3轮，大家加油啦！第3轮请出题。运动时，教练常说要稳定核心肌群，请问核心肌群指的是人体哪个部分的肌肉 ？A. 脊椎骨盆周围肌群 ，B. 腹部肌群，请作答。茉莉为什么想那么久？因为他在想那个中文是什么。我还在转，头脑还在转。你现在对中文理解还会有困难吗？就是基本的都可以，不要什么古文、成语，这样就还好。那脊椎骨盆在哪里？这里吗？还有这个那个 spine， 脊椎对 spine。腹部呢？腹部是这儿嘛？所以你觉得核心在这里？对。好，一轮。你选 A， 其实我也想选 B 啦，但我现在要跟我自己反向操作一下。对，因为其实我在想说，核心肌群它最主要可能要稳定是骨盆的这边的力，因为它比较容易旋转。对，所以常常都说核心肌群要稳定。那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其实也是会练到这边。我可能也会选择脊椎的，因为我们站哦，为什么腰会酸？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应该是这样站，我跟你说这样用口部，可是我们站着会变这样。对，或是这样。你看那个模特出来走路哦，都是这样，有没有？穿高跟鞋这边是斜进去的，腰一定酸嘛。我们有个专家哎，丽亚，你们走的时候，丽亚，你走一下。他如果穿高跟鞋啊，你看他腰是转侧边，你看他腰如果凹进去，你们不要动哦。你腰如果很弯的哦，你腰会酸吧？对。骨盆前倾，过度前倾。对，可是他们都是很漂亮啊，每次走到前面还要那样。对，腰还弯的，他好像比较好看一点。对啦，我们穿高跟鞋，那个腰太前倾，腰会酸嘛。过度前倾会造成脊椎下被压迫，对，压到就是不舒服。可是你选的是腹部啊？对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是要锻炼腹部的肌群，才能稳定下背的脊椎啊、骨盆这些肌肉的运用。Hunter。我的出发点比较从解剖上，因为我们在讲核心肌群有4条，一个是腹横肌在前面，像一个腰带一样包着，然后另外一个是骨盆底肌是在托着我们的内脏的，然后后面还有我们的多裂肌在脊椎那一块，范围很广，然后上面还有一个横膈膜，这样4个这样把我们包住。才是一个核心。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脊椎骨盆周围的肌群。我们大家都误会，以为核心肌群就是这里用力，其实不是哦，它指的是围绕着脊椎跟骨盆腔的肌肉，包括了骨盆肌群、背部肌群，还有髋部肌群。所以我们训练核心的时候啊，就会让你的骨盆、臀部、下背、腹部的肌肉整个都更强健有力。那这样子运作起来比较和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日常生活中啊，跟你运动中你的稳定度跟平衡都会增进。3位请休息。终于茉莉有机会。可是他们2个很难积到2万级。打完3题又均分了。对啊，命中注定了。来加2000。现在连续3题答对的话，奖金均分了啊。对，从现在开始。第一题，请出题。田径比赛中，赛跑时运动员跑的方向都是逆时针跑，请问这是为什么 ？A. 比较不会头晕 ，B. 心脏偏左边。请作答。
直接，但茉莉一定要写字啦。这个比较不会头晕啊？为什么议论？为什么啊？因为其实我们人都会有一些惯用边，就像大多可能是右手比较多，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惯用边。那我们那时候在跑就是操场训练的时候，就发现你在顺时针跑的时候，其实会是比较晕的，就是因为不习惯。哦，对。那心脏，哇，我只是用3去法，因为我觉得赛跑的时候那是短时间内的跑，好像不会因为这个短时间就会头晕。所以我就删掉了 A 选择 B。正确的答案是 B， 心脏偏左边。大家有没有发现，田径比赛的赛跑，如果你是200公尺以上呢，现在运动员他都是逆时针方向跑的。为什么？其实一开始啊，奥运一开始是顺时针方向跑的一直到1912年国际田径总会成立之后，规定改成逆时针方向跑。原因是因为我们心脏就在我们左边嘛，那我们心脏里面的血液比较重。那肺叶里面是比较轻的空气，所以其实你胸腔的重心呢是略微偏左的，所以我们人体向着左边跑的时候呢，向心力比较好；向右边跑的时候会比较辛苦。所以大家以后发现哦，他们往逆时针方向跑是有这样子一个原因的。所以跑给警察追也要选好方向哦。好，警察来，哇，可是警察从左边来怎么办呢？绕着警察跑，神经病。那就是加1000。东东回来了，3000块，请进入我们 Hunter 的账上。OK， 好，18000。乡里，请宣布他们3轮比赛获得奖金。好，最后 Hunter 18000，田一家12000，王丽雅12000，茉莉29000，一轮6000。完蛋了！恭喜成为冠军，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一般这种身份都是混血，可是他不是，他爸爸妈妈都是台湾人嘛。对，所以你在达拉斯出生的。我在 New Jersey 出生。纽泽西、纽约那边。很听 New Jersey 呀。那你后来就搬到达拉斯。对。那你中文小时候有在家里有学吗？在家都讲中文吗？没有，小时候就是讲中文，但长大后我都用英文回我父母。啊，那你一般有是阿公阿嬷传大汉呢？台语会吗？我听不。听不。哎，不哈，那就祝福你了，29000来这卡，请插进去。金库请打开，里面有29000是你的，但先必须经过2道密码的提示来，请出示。考验了啊！2个密码呢，分别是总笔画45画的啦啦队应援，或是总笔画37画的棒球赢9分。你知道什么叫棒球？你是篮球队的吧？我是篮球队的，但是是啦啦队应援啊。那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你都是去看啦啦队，还是去看球赛？我看球赛了，右眼看球赛，左眼看啦啦队。我喜欢那我壁虎啦啦队应援哦。45画是有点多。对，45画。神采飞扬啊，青春舞动之类的。那棒球赢9分呢？摧枯拉朽，那是什么意思？摧枯拉朽就是很烂了，一拉就断了，一破坏就碎掉了。那棒球赢9分还可以继续打吗？10分没有，职业比赛打到死为止，职业赛。那一般国小啦、国中啦，我提前就10分。7局就结束了哦，就是你10分以上就提早结束哦，后2局就别打了。这些对你来讲都很难吧？我看茉莉流汗了。但我觉得我想选，毕竟是啦啦队嘛，我就挑战看看啦啦队应援。37画不选45画的。好，那你就锁定啦啦队应援。哦，年轻人很有胆识哈。棒球赢9分到底是哪4个字成语，会一败涂地呢？来，请看。锐不可当，还好。这个你会写吗？我不会写第一个字，但后面3个会。来，请出题。婆娑起舞，婆娑起舞，跳得很美那样子。婆是哪个婆？你想一下。婆娑起舞一般是形容那个天界有没有很多仙女在跳舞？但你一定知道这个婆。婆娑起舞，起舞开始计时1分钟，开始清楚。他先写第二个。
皮。哎，这个是对的。计划还蛮可爱的。5，那就更6、7、8、9。哎，是这样吗？对。现在处理第一个字啊。婆。阿嬷。婆婆。阿嬷。婆婆。我写婆婆。 1、2、3。清楚，看快清楚。婆。老婆的婆会写。外婆、外公、公公、婆婆。 7，沾点水。一个皮呀，皮不会写。再一个女，底下一个女。第3。对，几画？这样几1、画？ 2、3、4、5、6、7、8、9、10、11、12。停，你时间也用完了。我不知道。停啊，来。的密码11061014。最后错。是说话的说吗？来，你看郑健姐啦。啊，你就这个第2个字看，其他都对哦。第2个字你应该完全看不懂。我没有看过哎。对，好，谢谢你，拜谢谢拜。已经有这个勇气来挑战。对，学到了，学到了。哎呀，已经写成这样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哎。婆娑起舞啊，对，学到了，学到了。像仙境一样，那个9天玄女带着彩带在跳舞，跳得很漂亮。茉莉以后就跟人家讲说，大家准备好吗？我要开始婆娑起舞喽！大家就吓死，然后你去哪里学的？他会说你是谁？好，谢谢今天大家来参加，大家保持健康的身体，要多运动，也是要多咨询营养师。营养要均衡，睡眠要充足，水分要摄取都够啊！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各位。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